第四幕第3场，我们将为各位介绍德勒兹与瓜达西的少数文学一纲要、提问、精神分裂分析、欲望机器，还有最后一个少数文学。我们现在就请同学提问。俗语说清心寡欲，因为欲望通常是痛苦的开始，甚至是罪恶的源头。那么，为何德勒兹与瓜达西要我们肯定内心不断流动的欲望？还有，小王及小三的劈腿现象，算不算欲望机器的积极实践呢？何谓少数文学？台湾文学或原住民文学算是少数文学吗？反之，很多人读的莎士比亚是多数文学吗？老师，生命的内在性平原到底是什么啊？这个问题倒是非常的有趣，因为小王、小三的劈腿现象，如果他积极的实践，我们待会要介绍德勒兹与瓜达西的欲望机器的一个哲学概念。那么这样的哲学不就很囧了吗？因为我们将要推广一种违反善良风俗的思想。那这个答案跟前2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会在介绍完整个这单元的课程之后，会做一个正面的回答。那首先我们来介绍谁是德勒兹，谁是瓜达西。德勒兹他是法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当代哲学家，那他的思想奠定了几乎是法国哲学甚至欧陆哲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我在90年代的时候，记得曾经做过人文社会研究的一个引用哲学家的一个排行。当时最夯的也最常被引用的是德希达，第2个是福柯，第3个就是德勒兹。这3个哲学家几乎奠定了整个后现代哲学或是后结构思想的一个基底。那瓜达西他事实上是一个精神分析师，那在拉冈的指导下，他完成了他的学业，甚至到了疗养院去做实际的病院的精神分析的工作。那这2个人相遇，撞出了一系列的火花，也是我们后结构主义很多论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底。那他们2个人合作写了一系列的专书，也是待会我们要介绍了几个概念的源头。这些哲学的书籍成为后结构与后现代思想的基石之一。首先，我们来先介绍他最夯的，也是最为人所知晓的一本书，他们合作的一本书叫《Anti-Oedipus》反伊底帕斯这本书。那在这本书中，德勒兹、瓜达西对精神分析理论，就是弗洛伊德甚至拉冈这样的 psychoanalysis 提出非常严厉的一个批判。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对欲望的理解完完全全地与资本主义挂在一起，甚至成为一个共犯的结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在之前我们谈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时候，提到整个精神分析谈到的是一个人格的形塑。在人格的形塑的时候，很受我们在小时候成长过程中性欲望在发展过程中的压抑或放纵，形塑了我们的不同的人格。那在这个家庭为主的 Daddy Mommy Me， 就是父母我这样的一个结构，更是这样一个性发展结构中必要的一个内在结构，也就是弗洛伊德提到的 Oedipus Complex 伊底帕斯情结。我的人格，我的欲望，经常是由我的伊底帕斯情结所发展出来的。那德勒兹批判的不只是以这个 Daddy Mommy Me 父母我3个三角 Trinity 三角关系的一种结合的这种约化的一种心理的一种结构是错误的。
甚至这样结构又挂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那用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从小出生，进入学校，我们有淳朴的样态，然后拿到 degree 学位之后，我们开始工作，然后努力工作存了钱，我们就成家，成家之后，我们就会生小孩，那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努力工作，等到退休，然后最后我将在退休后养老，然后死亡。你会发现，德鲁祖瓜达瑞提到，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你是跟你的家庭形塑了你的性格，然后你的性格又跟这个社会的许多家庭绑在一起，所以你的工作是因为你要成家，你的成家之后，你又要养你的家庭，因为生小孩，那你成家庭，你就要努力再工作。所以工作是给谁呢？那这样资本主义的运作靠所有人，就中产阶级的工作，资本主义这个机器才能运作。那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形塑，从小到你跟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结循环，所以这样的分析对德勒兹以 Guattari 来讲是完完全全跟资本主义挂钩，这样挂钩是要被批判的。那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观点能去取代所谓精神分析的这种欲望的管控的这种论述呢？对他们而言，为了将人类从现实世界如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的压抑之中解放出来，德勒兹与Guattari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 （schizoanalysis） 的概念。他们认为，我们的心智是由无数的欲望流在推动，在精神分析的工作就是使这些欲望往同一个方向流动，就是 Daddy Mommy Me 跟社会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使他们在 Oedipus Complex 底下被压抑。那精神分裂分析刚好相反，它重视的是每一个欲望机器底下独特的欲望流动，将每一个人的心智欲望心智的结构视为无数片段分裂的个体。简言之，精神分裂分析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精神分析论述下父母我整体的概念，让它欲望在这个整体概念中被压抑的欲望被释放出来，成为一种分裂流动的一个样态。我们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我永远不是单独的我，永远是跟其他各个系统的连结。那这样的连结不能是一个单一结构约化出来的一种发展，而是要跟其他系统不断的连结产生的撞击，然后产生新的意涵。所以我永远是我跟我的工作，我跟我的家庭，我跟我居住的城市，我跟我这个财务管理的系统，或者我跟我饮食的系统，我跟很多不同的系统撞击出我的意涵。那在这里，这个意涵不能被单一的，或者是封闭的，或者是约化的一种结构来去制约，而是要人去不断的去疆域化，不断的去跟不同的系统撞击出新的可能性。所以分裂分析探讨的是我的多元性，而不是单一性。所以所有不同的我都是一种可能在前面等着我，只要我努力，只要我有创意，只要我 think outside the box， 不断的用创意的思维来开展我新的生命的可能性，那我就可以被重新那个欲望就可以被释放出来，成为这种生产出新意涵的我。德勒兹 Guattari 就以这个树跟球茎做一个例子，树一定有根，有它的主要的 trunk， 主要的树干，然后树枝，然后开展出很多的叶子。那这棵榕树就是我们在第一周介绍的成大最美丽，也可以说是全台湾最圆融最美丽的一棵大树，成大榕树。那这棵树代表的就是一种有结构有系统，然后是一种传统也相对是封闭的一个系统，一种组织。那另外一种就是球茎，比如说莲藕、番薯、马铃薯或是很多的那种野草，它都是用球茎的生态。那这两个最大的差别是，树是以
单一纵向的连结来控制它多元的发展，就再多的差异都回归到一的根。而球茎是不但没有源头，而是不断的往外发展想想我们现在的物联网，想想我们现在用的手机的 Line、Facebook 都是这样的生命样态。所以对德鲁兹·瓜塔里来讲，后现代的生命样态已经去除了从纵向传承的这种传统的这样的约化的一个机制，而走向了一个不断多元连结，产生撞击出新意涵的一种球茎。所以球茎才是好的主体性，而树状是在后现代的主体性是一种劣质的主体性。下一个我们来介绍的是德勒兹·瓜塔里的第二个蛮重要的观点，叫 Desire Machine 欲望机器。那这个插图是一个蛮有趣的插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男生跟后面的机器的关系。那这个概念有两个，我们要先再做说明的，一个是 desire， 一个是 machine。我们刚才同学提问到，欲望如果是一种痛苦的开始，甚至是罪恶的源头，因为欲望多了你就很痛苦，所以佛学就是要去欲望。那你甚至很多的欲望产生你犯罪的源头。那欲望在整个尤其儒家社会里面或者佛学的社会里面是一个需要去压抑的。那德勒兹他们强调的是 liberate， 是不断的去鼓励你欲望的生产。中文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欲望。那这个中文叫做哀莫大于心死，你的心死了，欲望就没有了，这台欲望机器就停摆了。所以哀莫大于心死，是你早上下床你不晓得要干什么，你心已经死了。所以心活着，事实上人生充满了希望，人生充满了欲望，人生充满了理想，那些都是欲望机器的运作。好，那机器呢？机器事实上是一个概念，而不是我们谈的所谓的蒸汽机或者是汽车的引擎。机器代表就是很多不同的组件有系统性灌在一起然后产生特定的功能，这叫机器。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一台机器，比如说我有血液的系统，我有呼吸的系统，我有消化的系统，我有免疫的系统。所以我们不同的系统都是一台机器里面的运作。那整个身体又是一台大机器，把所有的系统运作在起来，所以我组成了这台身体作为一个机器。所以机器不只是一种物质的物件，它甚至是一种概念。这个概念重点是它不断的不同的系统能组装在一起产生功能。像我的身体跟我的心灵跟我的思想组装在一起，我就成为我这个人。好，那我们来看欲望机器德鲁兹·瓜塔里如何做解释。那我们来看到这里，德鲁兹跟瓜塔里认为欲望本身就是物质般的存在它就像一般 flow 流，以动能的姿态穿梭在不同的装配 assemblage 之间，将现实中的人事物连接在一起。因此世界是由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装配与机器 machine 所组成的。这部世界的机器燃油动力来源就是欲望，也就是说没有了欲望，机器就停摆了，这个世界文明也就终止了。他们两人将这样的欲望所驱动的机器称为 Desire Machine。 更重要的是，因为德鲁兹跟 Guattari 的欲望概念提供了机器运作的动能，所以欲望本身就具有生产力的物质。我们不应该采信就是弗洛伊德跟拉冈的精神分析的理论，把欲望视为一种永远填不满的一种空虚